人形机器人是当前具身智能落地的主要形式之一。从进工厂搬运到在商场服务，曾经科幻片里才能有的机器人场景，正在一点一点地变为现实。而就在最近，国内业界也宣布开启人形机器人的正式量产。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让我们跟随我们的记者也去一探究竟。此刻呢，我是来到了上海的一家人形机器人工厂内，可以看到我身后这几台刚下线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行走和动作的测试。但是我们往这边看，其实这里已经有近100台同样的机器人正在等待发货。身高1.6米出头，体重60余公斤，每秒步速0.8米。生产负责人介绍，现在他们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类似于一个具备一定 AI 能力的通用平台，在此基础上，客户可以根据需求2次开发。客户类型已涵盖科研、制造和商业等多个场景。从产线搭建到如今的批量生产，他们只用了不到9个月的时间。今年预计有接近1000台的产能，我们订单相对是比较多的，我们现在几乎是满产能在跑。那明年我们预计是希望到几千台的一个产能。记者注意到，在整机测试前，机器人还要经历多个环节的分项测试。可以看到，既有这样一条腿在空中的摆动来测试它的自由度，也有这样的单腿深蹲来测试它的负重能力。那在整个装配之前呢，这样的单腿深蹲测试就要进行2000次以上。负载是30千克，然后我们是看它对上肢的一个支撑性。如果说腿出现了问题，那它可能就会出现跛脚或者是行走之间摔倒，然后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生产负责人介绍，每台机器人全身有多达40多个全身自由度，其中许多关键零部件的上游精密加工环节都与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有所交叉。电驱、减速箱等等这些精密的零件能够很容易的迁移到机器人这个行业中，大部分的部件都已经做到非常高的国产化率了。也是因为上游整个供应链的成熟，我们才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出一台这样的机器人来。造出身体只是第一步。30公里外，另一处名为树彩工厂的新厂房，不久前也正式投入使用。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工厂呢，则更为特别。现场2000平米的面积里啊，有上百台这样的人形机器人。现场还专门为他们搭建起了像厨房、商超、工厂等不同的工作场景。而这里的一个主要任务呢，就是帮助机器人的大脑进行数据采集。记者了解到，具身智能的一大特点就是让人形机器人借助 AI 大模型能力，通过肢体与物理世界交互来不断学习人的行为动作。现在屏幕上看到的画面啊，就是机器人眼睛看到的画面，而通过这样2个手柄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手臂跟随我来完成这样一个倒水的动作。我们来试一下，握住水壶以后呢，把它举起来，到一个高度以后转动手腕，松开以后呢，这样其实就完成了一次倒水动作的数据采集。把这些零食全部扫码，然后给它装到袋子里面，然后递给客户。这个动作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然后一天的话大概100多吧，150左右。多久它才能学会这样？大概需要3万条吧。近百位数据采集师现场教学，再将采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进行海量的虚拟训练。最终通过泛化学习形成的通用模型能力，未来可以部署在每一台机器人上。就是有多少数据就能有多少智能嘛，海量的免费的这种文本数据催生了整个大语言模型。然后自动驾驶呢，它每天有大量的车在路上实际上去跑，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它是没有这种现成的免费的然后高质量的数据的。未来会大概是按每周会产出50万条这样数据的规模。企业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的机器人还将融入触觉等更多能力，也有双足或轮式的不同形态。能力提升的同时，成本还在降低。上到一定的，比如1000台、万台的规模之后，成本会远远低于一辆家用的汽车，肯定是20万以内。2025年肯定人形机器人也会加速发展，但是离这个人形机器人达到一个像人一样自主去比较快速的移动，很好的去感知人的这个意图，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还有一些需要突破的。我们希望能看到未来这个人形机器人产品呢，不断的成熟，走进这个千家万